由王一博主演的《长空之王》，仅仅只是在定档与上映这方面便是一波三折。原本定于去国庆档，却在上映3天前已为了呈现更好的制作效果临时撤档，直到今年年初才重新发布了全新的定档海报，于5一档重新上映。当《长空之王》上映之后，在观影评价方面出现了许多多元化的评价。《长空之王》作为导演刘晓世关于航空题材的处女作，虽然王一博在影片中成功演绎了一位高傲且年轻的飞行员，并与胡军有着精彩的对手戏，但整部影片中在空中对战剧情上的缺失，以及女性角色权重上的相对较少，让许多人禁不住有了将其与壮志凌云、独行侠和汤姆克鲁斯对比的冲动。但实际上，王一博的《长空之王》在故事内容与叙事节奏上，与汤姆克鲁斯的《壮志凌云》、独行侠有着一些本质上的区别与不同。虽然都是以战斗机与空中飞行和战斗为主要宣传噱头的电影，但《长空之王》并不像《壮志凌云》、独行侠那样，是一部绝对意义上的爆米花电影。不可否认的是，王一博所饰演的雷雨是一个极容易头脑发热的年轻飞行员，而这样的军人实际上是不会在现实军队中有立足之地的。但作为一部以讲述开发新型型战斗机故事为主轴的电影，《长空之王》的国家性与民族性是《壮志凌云》、独行侠完全不能比拟的。不可否认，去年夏天上映的《壮志凌云》、独行侠以令人眼花缭乱的空中战斗场面，不仅让60岁高龄的汤姆克鲁斯再一次证明了自己，也让这部《壮志凌云》、独行侠成为一部电影史上难以逾越的天堑。但由王一博主演的《长空之王》却并不是一无是处，相反的，他用一种更符合国人心理角度，证明了这是一部值得被尊敬的电影。王一博在电影中所展现出来的竞争感与不服输的态度，让许多年轻人产生了共鸣感。虽然《长空之王》没有《壮志凌云》、独行侠那样炫酷的空中飞行与训练，但他所讲述的我国在空军技术上的进步，或许要比起飞行特技更加打动人心。而《长空之王》这种贴合时事与现实的拍摄手法，也正在被国产电影或电视剧大量使用。虽然在大多数国产影视剧中，并不会像欧美影视剧那样直白的点名道姓，但《长空之王》所说的敌对国家，以及影片中出现的美式英语，很容易让观众联想到国际上以高科技为基础的第4代战斗机之争，除了这个国家之外，不会再有第2个国家可以与我们一较长短。于是便有了最聪明、最优秀的王一博，被特招到偏远无人的沙漠中，去试飞最新一代的隐形战斗机。正因为如此，当所有人都在将《长空之王》与《壮志凌云》、独行侠做比较时，我却想到了一部拍摄于1983的太空题材电影。这是一部由菲利普·考夫曼导演，改编自写实性小说《真材实料》的电影。这部名为《太空先锋 The Right Stuff》的好莱坞电影，讲述了一群在爱德华兹空军基地从事高速飞行器研究试飞员的故事。这些从事着比战斗机飞行员更危险工作的试飞员们，日后还将会担负起载人航天工程水星计划的重任。虽然《太空先锋》中的一些情节与1986年的《壮志凌云》有所相似，但实际上《太空先锋》所讲述与蕴含的内容，与今天由王一博主演的《长空之王》有着更多的相似性与同质性。试飞员这样一种职业，绝并不是平庸的，更不是寂寂无名的，因为只有王一博这样一种极骄傲、自信与极富经验的人才能肩负它。虽然他不愿意被招募做无名英雄，虽然他因此被降级处罚，但他在航空与飞行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天赋与理解能力，最终让他重新回到了驾驶舱。这是《长空之王》的成功之处，也是让我认为他像极了太空先锋的主要原因之一。但也因为如此，让《长空之王》有了一些天然性或者说是无法避免的问题，那就是为了突出王一博自身的能力，并以此证明这个试飞员非他莫属，或者说是实至名归，也让王一博所饰演的雷雨在与其他角度的关系与互动上极为单一和缺乏层次感。即便是对雷雨来说亦步亦趋的张挺、胡军士，也只是在雷雨表现出高超的飞行天赋与技术后，
多少有些妥协或认可感罢了。而由周冬雨所饰演的沈天然，则完全成为了花瓶式的存在。他过于温顺，过于像是一个只懂讨好人的爱人了，而这也让场空之王在缺少更多激动人心的空战场面之后，在男女主角间互动上的娱乐性上也有所缺乏。虽然场空之王有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总体来说，它始终都是国产军事题材电影的一次长足进步，无论是在电影特效，还是在演员演技，甚至是故事剧本上，都有着可圈可点的精彩看点。至少比起2017年上映的《空天猎》，今天的场空之王不仅有了军事大片该有的样子，更将该讲的与要讲的内容不露痕迹地讲述了出来。至少对于普通观众来说，从你看到海报被吸引，到进入影院观影之后，不会产生一种被骗的感觉。